白瑞斯旺神仙大战，8季宿敌画下句号。我是瓜皮儿，闪电侠第8季前情提要。闪电侠与逆闪电，神速力与逆神速力，为了保持宇宙万物的平衡，任何力量都会拥有相互对立的一方。大决战中，白瑞切断了斯旺与逆神速力的连接，导致天平倾斜，打破了原有的平衡。3大复原力策划了一场复活仪式，让逆神速力的化身重新归位。这个过程中，属于白瑞的原力不知去向，艾瑞斯和善良的斯旺也成了牺牲品。刚刚失去妻子的白瑞，目睹了逆闪的破茧重生。这个为了杀死自己而不择手段的疯子，正兴奋地讲述着自己的杰作。母亲和妻子的新仇旧恨让白瑞起了杀心，能让闪电侠破了规矩。斯旺体内剧痛，却大笑了起来。2个孩子赶来阻止了父亲，一旦白瑞放弃了道德准则，那他将与斯旺无异了。白瑞没能下手，逆闪略显失望，刺激他，下一个死的就是你的孩子们。这时的白瑞真想杀了他一了百了，可最终还是良心占据了主导。毕竟孩子们还存在于时间线上，艾瑞斯并不一定就死透了。逆闪被复原力带走了，白瑞和米娜都失去了自己的爱人。塞西尔读出了他们心里的悲愤，现在想弄明白复原力带走斯旺的原因，白瑞就只能想办法进入逆神速力一探究竟。白瑞笃定他藏在了逆神速力之中。艾瑞斯死在怀里后，闪电侠变得异常暴躁，即使是家族talk，白瑞也不吃这套了，他还是想杀了斯旺。进入逆神速力的事儿提上了日程，鉴于白瑞与逆神速力的制衡关系，想进入其中必须有媒介辅助。小队想过复刻威尔斯当年的加速器爆炸，利用暗物质与闪电连通神速力，只不过这次需要副闪电，而米娜则是一个最好的电源。他和白瑞遭遇了同样的事儿，在处理逆闪方面不谋而合。此时的闪电侠渴望着复仇，塞西尔担心他做出后悔莫及的事，可突然有个声音出现在实验室里，这个声音只有塞西尔能听到，是贤者利巴希尔，他在向塞西尔求救。2人意识到正向原理还没有放弃希望。很快，辅助白瑞进入逆神速力的设备完成了。诺拉和巴特根本无法承受这种痛苦，唯有白瑞凭借着复仇的信念支撑着，但最终这个计划还是失败了。付出了努力却没有看到希望，米娜相当沮丧。善良斯旺在的话就不会这么无助了，他想要毁掉震荡房，毁掉得来速度的根源。白瑞第一时间阻止了他，这台机器承载着2人的心血以及斯旺想要改变世界的梦想。白瑞打算故技重施，让米娜把逆神速力分享给自己，就像当初分享给斯旺一样。米娜在震荡房充能完毕，体内的速度到达了巅峰，随即她开始将逆神速力传输给白瑞，这让中城内的逆神速力指数飙升。众人循着根源找到了白瑞，但还是来晚了一步，白瑞已经消失了。在此之前，斯旺就已经抵达了逆神速力，是复原力将他带入此地的。如今复兴之的4大原力已经聚齐了，恢复了打破的平衡，而他们现在要让天平倒向自己。复原力们告诉了斯旺一个残酷的真相，从来都不是他制造了逆神速力，这一盘棋的开局是逆神速力选中了斯旺。逆闪生来就是要带着愤怒与憎恨，所以原力们除掉了善良的斯旺，留下最后一个也是最邪恶的斯旺，重新成为化身。斯旺自然不想当别人的工具，可这次他没有拒绝的资格。3大复原力将其定住，灌输自己的力量，要把逆闪改造成最强的寄宿者。这时白瑞也顺利地进入逆神速力，当他看到眼前宛如木偶的斯旺时，一时间竟不知道该不该动手。角落里的复原力们淡定地看着白瑞，也该给这个英雄解释一下前因后果了。大决战中，白瑞剥离了斯旺体内的逆神速力，导致天平失衡，复兴力量落于下风。自打那天开始，他们就谋划着复仇，却也被白瑞上了一课。复原力们意识到平衡是可以打破的，而他们现在就在这么做，而且进展得很顺利。说完直接把白瑞抬走，告诉你真相但不让你提问，直接给闪电侠难受了一波呀。他回到现实后，复原力们就席卷了中城，伴随着巨大的能量波动，4位一体的逆闪登场了，整个中城就是餐盘，而百姓们皆为自助。艾瑞斯不出意外是没出意外，他进入了时间之石当中，救下他的便是帮助过白瑞的达克。大决战告终时，他曾赠予同为父亲的乔一份礼物，这份礼物便是时间之石。达克断定他有朝一日会用上，虽然他身死道消，但神石还遗留在石头上。作为结局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客串，达克的任务就是艾瑞斯自己做出决定，甭管是被萨维塔追杀，还是被各种反派当人质，艾瑞斯总能逢凶化吉的原因是大限未至啊。在电视剧里，这玩意儿俗称主角光环。中国话讲，他没到死的时候啊，阎王爷也不收他呀。时间之石选在艾瑞斯活下来，因为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，
乔一直在为女儿祈祷，可杰和琼却突然出现在家中。早前艾瑞斯接受过琼的治疗，记录了他意识中的粒子。夫妻俩这次来就是寻找艾瑞斯的，指数暴增，最终停留在了储物柜的时间之石上面。乔这才想起了达克给了自己这么个礼物。见多识广的杰一眼认出了时间之石，知道艾瑞斯因为某种原因被困在其中，但至少他还活着，一切就有希望。另一边的小队在想办法救出袁立，塞西尔需要一些通灵手段来追踪贤者里，为此需要尖峰女和自以为是大王的帮助。手牵手跟着感觉走啊，通灵仪式正式展开，只是片刻就带出了贤者里。他这才解释了这几个月发生的事儿，从复原力让艾瑞斯染上时间大病开始，他们兄弟姐妹就被分散到了各个地方。为了留下一些希望，袁立们也各自选择了宿主。巴希尔的选择就是塞西尔，这也是他为什么最近能力提升巨快，还能吸收掉其他相同转化人力量的原因。巴希尔需要他帮忙救出其他原力，只有同样的阵容才能帮到白瑞，但代价是塞西尔将失去强化后的力量。为了大局，塞西尔果断答应了。他戴上了贤者力的面具，将自己的余力转移给了对方。鼎盛时期的巴希尔足以去救回所有的兄弟姐妹。此时的斯旺在中城大开杀戒，又10余名百姓遭了黑手，闪电侠家族疏散了平民，一字马站位挡在斯旺面前，每人撂下句狠话，同时施展了经典招数。4个人手下根本没留情啊！中招后的斯旺当场倒地。再等白瑞定眼一看，躺在地上，这不是我儿子吗？斯旺玩了一手替身挨打呀，轻轻松松化解了闪电家族的围攻。随即一个响指抬走帮手，把他们送回到11年前，和闪电侠进行1对1指导啊。奈何白瑞自身速度强于对方，却架不住4位一体的挂王逆闪啊！光是一个能把人定在原地的静止力，就足以让斯旺吊打白瑞，甚至不用力量力和闲置力。想起当初与神速的对决，闪电侠没有对自己赶尽杀绝，前车之鉴让斯旺明白一个道理，他不能犯这种宽容敌人的低级错误，随即就要一招干掉闪电侠。可自己的攻击却定格在半空中，而且正在逐渐削弱，直至消失。属于白瑞的原力们终于赶到了，没人能在他们面前伤害白瑞。4大原力直接还之彼身呢，当场就让闪电侠变成了无限形态。梦比乌斯直挥眼手啊！现在平衡再次恢复，拼的就只剩下2个化身的实力。斯旺祭出1000减7的疼痛连招，但却被白瑞轻松化解。他爆发出绝对的速度，要与这个宿敌跑完最后的马拉松。2人的力量毁天灭地，可谓是超脱人世的决战。主战场的中城正在被恐惧撼动。白瑞之所以如此愤怒，是因为他已经感受不到艾瑞斯的存在。相同的，时间之石内的艾瑞斯也断了连接，达克却点醒了艾瑞斯，说感受不到的东西不代表不存在，最终的一切都要看到自己的决定。在达克的帮助下，艾瑞斯重新点燃了火花，点燃了自己与白瑞之间的联系。达克一脸欣慰，让他给乔带个好啊。随着时间之石的波动，他直接消失，化成了人形。艾瑞斯不出意外的没出意外，卷土重来了，并把达克的帮助告诉了父亲。只是现在忠诚岌岌可危，再让闪电侠和逆闪打下去，这个城市都要化成齑粉。艾瑞斯直接让杰带着自己去了战场。在见到妻子之后，白瑞的复仇火苗减弱了不少，他自然明白忠诚扛不下这种级别的战斗，可斯旺硬要跟他来个至死方休。所谓神仙打架，凡人遭殃啊！白瑞突然就悟了，他让杰带走艾瑞斯，自己则着盘腿坐在地上，任由斯旺丢着垃圾话，佛心一点也不被动摇啊，乃是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呢。斯旺见状更是气急3分，要放出必杀弄死闪电侠，可攻击却打了个空。贤者模式的白瑞已经超凡脱俗，一击不中，斯旺要来了更多的力量，而复原力们还以了他的愿望。过载状态下的斯旺爆发了最后一击，以他为中心，逆神速力的电浪迅速扩散，触及到的人或物直接原地去世。这一招一旦释放完毕，必将是毁天灭地。白瑞却根本不乱，观想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他，直接让时间倒流，那股毁天灭地的力量正在回溯。绝境闪电侠一套世界重塑、时间逆转，硬上逆闪自食其果，彻底消失在了这片宇宙当中，为这对宿敌间的世纪大战画下了句号。之后，白瑞换回了困于静止力中的所有人，逆神速力失去了化身，宇宙也正在修复平衡。艾瑞斯的时间大病痊愈了，所有的时间线也不再有斯旺的痕迹。闪电侠依旧是世界上最快的男人，一家4口也半根头发都没少啊。老杰就是一个人形滴滴顺风车，这穿越时空特享版，专门负责拉送乘客前往各个时间线。逆神速力的落幕代表着米娜的力量消失了，他决定继续以其他的方式完成善良斯旺的梦想，并许诺白瑞自己愿意随时帮助闪电侠。塞西尔这边的力量也返还给了尖峰女和自以为是大王，他本人则是恢复到了曾经的共情能力，但因祸得福，学会了意念控制，
将来必是团队一大辅助。而且死回归生活的第一天，就是把猎了别人的马还回去。这么一来，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叫他猎马侠了，更名马归原主侠呀。夜里，夫妻俩经典避雷针调情啊。死亡的陨落并不意味着逆神速力会因此退散，他正在寻找新的化身去对抗神速力。宇宙为了平衡，也不会让逆神速力消失，对立面迟早会归来，区别只是他会以什么身份出现。而 Barry 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。进了冰柜1星期的凯瑟琳突然有了动静，只是迎接马克的既不是冰霜，也不是凯瑟琳，而是一个崭新的存在，崭新到演员都未能出镜啊！闪电侠第8季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总感觉是大决战套拍然后分开播的。想不到的惊喜客串就是达克了，这一点也算是填坑大决战了。但第8季仍有不少伏笔，不知道下一季会不会用上。归根结底，第8季的结局还是比下有余的质量。可超英不杀人这个主题总是拿来当做道德底线的话，现在已经让人感觉到有些疲劳了。理由虽然是个万金油的理由，可就是出现的不对味儿啊！真就超级英雄，人人普度众生啊！你杀我全家，我依然选择原谅你；要么就是我不能杀死你，但可以促使你被自己杀死之类的。毕竟在绿箭宇宙里，奥利弗第一个推翻了英雄不杀人的理念，再把这个拿出来圣母一下，融合主角光环，让人难以启齿啊！总之，闪电侠虽然一季比一季拉稀，但总归是追到了第8季，主菜都快吃完了，喝完剩下的汤其实也恶心不到哪儿去了。闪电侠第8季到此就结束了，回归时我们再相见吧。